魏明阳也很好，脾气直爽，没有弯弯绕的花花心肠，他都有点舍不得离开了。家里娘去世的早，就他和爹爹无趣极了。这天傍晚时分，魏玲珑正在翠微阁和楚南音闲聊，下人来报：小姐，门外有人自称楚鹤，来找楚姑娘。我爹来了，快去通知父亲和大哥、二哥，就说来贵客了。说罢陪同楚南音到大门口迎接。到了门口，见站定一人，40多岁，身材颀长，面部线条硬朗，眼神熠熠，蕴藏习武之人特有的精光。他身后还跟着一溜5辆马车。爹！楚南音小燕子一样飞了过去。切，你还知道有我这个爹，真是把你给惯坏了。女儿这不是让人通知您了吗？魏玲珑见过楚家主。哎呀，使不得呀，草民怎敢受楚王妃一拜呀？一句话，魏玲珑便知楚鹤已经仔细打听了侯府的情况。自己家里不讲那些虚礼，快里面请。到正厅，魏青山夫妇和魏明泽、魏明阳已经到了。草民楚鹤见过侯爷、夫人、世子、二公子。早就听闻过云林楚家，今日一见，果然气质不凡。楚家主，快请坐。哎呀，我这女儿顽劣，私自跑出来，多亏了令郎令爱搭救，要不然草民也活不成了，还连累了二公子受伤，草民深感歉疚，备下一点薄礼，还请侯爷务必收下呀。魏玲珑眼角直抽抽，5大马车还算薄礼，果然是财大气粗。楚家主太客气了，他们兄妹是应该做的，哪有见死不救的道理？楚鹤一见永定侯没有一点官架子，两人相谈甚欢，不一会儿就以兄弟相称。老弟呀，为兄已经准备了下酒菜，咱哥俩不醉不休。好，那就依着大哥。大厅里，王氏和4个小辈面面相觑，他们连插个话的机会都没有。酒席上，两人推杯换盏，反正就是相见恨晚，遗憾怎么就不是一个娘生的。两人喝到兴起，魏青山大手一挥：老弟啊，你看这明阳给你做女婿，怎么样啊？哎呀，好，我正有此意呢，以后我楚家全是他的。魏明阳和楚南音一人闹了个大红脸，臊得楚南音头都要钻到桌子底下了。魏玲珑捂嘴偷笑，得了，喝醉酒又定下一桩妻，也不长记性。王氏拿眼使劲弯魏青山，扯了扯他的衣角：侯爷，您喝多了。一边待着去。谁喝多了？楚鹤指着魏玲珑道：哎，丫头啊，我一见你就投缘，你做我义女如何呀？怎么还有我的事儿呢？他望向魏青山，魏青山一听不乐意了：不行，我就这么一个宝贝女儿，不能再找一个爹，不行。嘿，怎的？我闺女都嫁给你们家了，你闺女也得有我的一份啊。也是啊，那就这么定了。其他几人无语望天，这顿酒喝的成亲家了。第二天酒醒后，王氏拉着脸埋怨魏青山：侯爷，我劝你以后不要再饮酒了，再饮酒我怕侯府都得让你给出去。哎呀，怕什么嘛？杨儿那样的，不是我这当爹的出手，他就得打一辈子光棍了。那玲珑呢？哎呀，玲珑多个义父疼他，有什么不好？王氏气得一甩手去找老夫人。得知此事，老夫人看得通透。虽说是酒后所言，我倒觉得是好事。侯爷也是出身行伍，哪有那么多门第观念？只要孩子们愿意就行。你先去问过孩子们。王氏去寻了魏明阳，魏明阳扭捏一番：母亲，儿子愿意。
问到魏玲珑时，魏玲珑觉得无所谓，反正也不会损失什么。女儿愿意。楚贺酒醒后甚感后悔，魏明阳是侯府公子，魏玲珑是楚王妃，岂是他个江湖草莽高攀得起的？他看向楚南音，哎呀，闺女啊，爹昨晚失态了，你……爹，女儿愿意。楚贺呆住，他急忙去找魏青山请罪，岂料魏青山一言九鼎。好啊，大哥我吐个唾沫就是定，就这么定了。事情就这么定下来，像闹着玩似的。楚南音和魏明阳交换了定情信物，魏玲珑也磕头认了亲。楚贺乐得大手一挥，送了魏玲珑一对价值不菲的玉镯，一间旺铺。魏青山强留着楚贺住了5天，最后楚贺说家里事情多，实在是不能再住了，魏青山才松口放他离开。魏明阳和楚南音的婚事，双方商定明年再说。魏明阳的后背的伤也好了，他找到魏青山夫妻俩，说要一同去云岭。楚贺已经答应教他功夫，二来也借此出去历练一番。去吧，父亲不指望你能光宗耀祖，但是希望你能成为顶天立地的好男儿。魏明阳含泪叩别祖母和父亲母亲，他冲魏明泽和魏明龙施了一礼。这以后家中就拜托大哥小妹替我尽孝了。放心，家中有我，你出去多长个心眼儿，凡事3思而后行。啊，大哥，我记住了。然后在家人的注视下，3人上马而去。杨儿虽说不务正业了些，可他单纯善良，实在是不放心呢。母亲放宽心，二哥没事的，出去见见世面是好事儿。王氏轻轻点头。几人刚回到正厅落座，门房跑进来。侯爷夫人，南江县舅爷来了。冰燕出嫁的时候，我给他们捎的信儿，告知他们情况，想必这是得着信儿就过来了。快请进来吧，别怠慢了。很快，一道尖利的女声哭哭唧唧由远及近。我那可怜的女儿啊，你怎么就给人做了妾了？魏家人当时集体变了脸色，随后进来2男1女。魏玲珑抬眼看去，上年纪的男人不到50岁的样子，长得跟王氏有6、7分像，他肯定是王冰燕的爹。只是他眼神飘忽，透露着不自信。女人也就是王冰燕的娘，一副尖酸刻薄相。年轻男子25、6岁，身材中等，带着憨厚相。魏玲珑猜想，这肯定是王冰燕的大哥。3人进来，女人还在哭，嘴里不停地念叨着：“够了！”魏青山一拍桌子，女人吓了一跳，当即住声：“一进门就嚎丧，晦气！”魏青山气得瞪圆眼睛。王氏赶紧打圆场：“大哥大嫂，来怎么也不提前打个招呼，我好派人去接呀。”我们接着你的信，把家里安顿好就来了。大宝，快来见过你姑姑姑父。大宝给姑姑姑父请安。魏青山眼皮都没掀。王氏摆摆手：“快起来吧。”杨氏，也就是王冰燕的娘，扫了一眼端端正正坐着的魏玲珑：“哟，这位是谁呀？”玲珑见过舅舅舅母。哎呦，玲珑啊，你就是从小送走的那个病秧子，哼，好大的架子！哎，娘，你少说了一句。魏青山气得胡子直翘，直接甩袖子走人，眼不见心不烦。魏明泽呵呵冷笑：“怎么，舅母还想让堂堂楚王妃给你磕头不成？你好大的脸呢！”楚王妃？3人皆哆嗦一下，没想到魏玲珑竟是楚王妃。君臣有别，他们还是懂的。王甲弟慌了：“你舅母不是那个意思，王妃莫要见怪。”魏玲珑只是笑笑没说话。你家女儿为啥是楚王妃？我家冰燕为啥就是妾？即便是亲兄嫂，王氏也忍不了一点儿。大嫂，你今天是来兴师问罪的，那咱就说道说道。当初是你们非要留下冰燕这么多年，我替你们养女儿还养出错了，我自问没有亏待过冰燕半分，本打算给她找户新贵人家，做正经当家夫人，可她不愿，还偷偷勾搭上靖王。做靖王的妾是她自己求的贵妃娘娘，怪不得旁人。便这样，我也为她备了36胎嫁妆，还要我怎样？
你们除了把他带到这个世上，还为他做过什么？哎呀，姑母，你不要动气嘛，我娘在乡下粗惯了，您别跟她一般见识。魏玲珑也不言语，只是冷眼旁观。王氏压了压脾气，阴沉着脸：“你们赶路也累了，先下去歇着吧。”然后吩咐下人把他们安置在竹香院。望着他们的背影，王氏委屈的大哭起来：“都怨我，当初为什么要把冰叶留下来？自己的亲生女儿倒是扔出去不管，最后养来养去养出仇，报应啊，都是报应。”母亲，这些事儿就不要再提了，个人有个人的缘法，不怪你。母亲，您还是想想怎么应付他们吧，也不知道他们此行的目的。王氏叹了口气，哥哥从小就软弱，杨氏虽说是个商户女，嫁给大哥出使也算是通情达理，如今怎么会就变成了这样？看今天这来势汹汹，指定是想要捞些好处。下人领着王甲弟3口子到了竹香院。舅老爷、舅太太，这里原本是表小姐住的院子，你们暂且住下吧。说罢便退了出去。杨氏从里到外巡视一遍，撇了撇嘴：“果然大户人家就是富贵，瞧瞧住的就是精致，冰叶那小蹄子也算是值了。”哎呀，娘啊，不是我说您，你看你一来就惹姑父姑姑生气的，您来干嘛呀？杨氏上去劈头就是一巴掌：“你说我来干嘛？还不是为了你。如今你妹子也算是靖王府的人了，虽说是妾，可总大过普通人家的妻。我好好的黄花大闺女给了她，我啥也没捞着，能行吗？哎，咱就不该来，那可是皇帝的儿子，是你能招惹的？”“闭嘴！你个窝囊废，还能指望你干点啥？怎么着，我也是他丈母娘，他能拿我怎么样？”他一通混话，噎得父子俩谁也不吱声了。吃过晚饭，魏玲珑抱着喵喵玩耍。喵喵有3个月了，已经长到了7、8斤重，身上的褐色条纹更深了，尤其是额头上的王字。在饭食上，每天除了喂牛乳，又给他添加了剁碎的鸡肉和动物内脏。他特别喜欢黏着魏玲珑，晚上也要睡在脚踏上。每次萧成宇来了，总是嫌他碍事，把他扔出去，以至于他见到了萧成宇就呲牙哼哼，又无可奈何。他还只是一只小喵喵，干不过这个体型庞大、长2只脚的人类。一人一喵正玩得开心，凌霜推门进来：“小姐，竹香院传来消息，舅太太此来，好像是向靖王讨要聘礼的。”哼，魏玲珑忍不住笑了，这个舅母还真是无知者无畏。让他继续盯着，别让我那舅母干出对侯府不利的事儿。对了，赏他1两银子。凌霜应声，转身出去。果然，第2天一早，杨氏就骂骂咧咧出了门。他原是想要带着王甲弟和王大宝一起去，奈何父子俩谁也不去。2个怂货，老娘自己去。他一路打听，找到靖王府。靖王府大门威严华贵，他抬脚就上了台阶。什么人竟敢擅闯靖王府？我是你们靖王的丈母娘，还不快去通报？众侍卫懵了。啊！王爷的丈母娘，你可笑死我吧！笑什么？你们这些看门狗，还不赶紧进去禀报！无知蠢妇，我们王妃还没有娶进门，哪来的丈母娘啊？快滚！晚走一步，当心剁了你！杨氏吓了一跳，往后缩了2步，仍是不死心。我女儿叫王冰叶，是你们王爷的贵妾。哦，哎呦，笑得我眼泪都出来了。区区一个贵妾的娘，都敢自称王爷的丈母娘了，幸亏王爷没听见，要不然少不了赏你一顿乱棍。杨氏见侍卫们如此不待见他，心里也没了底。他赶紧赔上笑脸，再没有了方才的嚣张气焰。劳烦哪位官爷给我那女儿送个信儿，就说他娘来看他。侍卫们看他软下来，也便没有再吓唬他。王爷的妾还是不要得罪的好，若是给王爷吹吹枕边风，谁也受不了。等着，
一人进去禀报。等了半盏茶的时间，彩霞跟随侍卫跑了出来。她轻身一礼：“我是王姨娘的丫鬟，叫彩霞，您请随我来。”这次杨氏学得乖了，紧紧跟在了彩霞后面，进了晋王府。杨氏一边走一边偷眼观察，不愧是王府，比侯府还有奢华排场，七拐八绕。他不知道穿过几道门，最后进入了一处小院子，上写春闺院。到了，太太里面请。要见到女儿了，杨氏竟有一些忐忑。王冰燕斜靠在贵妃榻上，垂眸摆弄着手里的丝帕，脚下一个小丫鬟低眉顺眼给她打着扇子。她自从到了晋王府，由于没有王妃的压制，日子过得也还算可以。虽然晋王后院妾室众多，该说不说，晋王对付他们还是有一些手段。他心里唯一不平的是，没能弄死魏玲珑，算他命大。刚才听闻杨氏来了，他没觉得开心，毕竟10几年来是王氏抚养他长大，这个娘他都快忘了。燕儿，我的女儿，好好的哭什么？坐下吧。杨氏忙擦了擦还没掉下的眼泪，找椅子坐下。燕儿，娘来看你了，你过得怎么样？还好啊，你来干什么？杨氏见女儿对自己一副爱搭不理的样子，心凉了半截。他赶紧套近乎：“燕儿啊，这些年娘也想过把你接回去，可又思量着你姑母家里有权有势，总归是比咱家小门小户的强。听说你出嫁了，娘和你爹立马赶了过来。”王冰燕抬抬手，让小丫鬟出去。房间里只剩下母女2人。她坐起身，理理鬓发：“我过得好与不好，娘管得了吗？侯府再好也是寄人篱下，也比不过几10年不在家的亲生女儿啊。”杨氏一怔，感觉这话里有话。“燕儿，莫不是你姑母待你不好？”“娘不会用眼睛看吗？要是好，我能做妾吗？”“可你姑母说是你自己求来的圣旨。”“娘，做小户人家的妻和做晋王的妾，您会怎么选？”“当然选晋王的妾。”“其实开始姑母待我挺好的，自从魏玲珑回府，一切都变了，她把属于我的都抢走了。”凭什么一个自小被扔出去的能成为楚王正妃，自家女儿就要做人妾室？那个小贱蹄子嚣张得很，我恨不得扇他2耳光。娘啊，我看还是算了吧。如今啊，她可是姑母的掌上明珠，咱可得罪不起。”“哼，你也是娘的掌上明珠，看我怎么收拾她。”“还是娘对我好。”“那当然，你是娘的亲闺女，谁对你不好，我就饶不了谁。”王冰燕暗喜，这是得来全不费功夫。魏玲珑啊，魏玲珑，你且等着，我定让你身败名裂，看你还怎么生气，看楚王还能否要你。娘，你真的能为我出气吗？女儿实在是委屈得很。”“乖女儿不哭，娘给你出气，你说怎么做就怎么做。”王冰燕破涕为笑，凑到杨氏近前低声耳语。杨氏听完愣了一瞬，神色紧张起来。“冰燕，这样行吗？会不会惹下大麻烦？”“不用担心，谅他也不敢张扬。事成后王爷少不了赏赐于你，到时候你们拿着银子回家，便衣食无忧了。”杨氏捻着衣襟，还是犹豫不决。这万一……王冰燕从床头木匣子里拿出了一张100两的银票，塞到杨氏手中。“娘，您先拿着，等事情办成后呢，再给您500两。”“500两啊，那个窝囊废一辈子也挣不来。”他心一横，下定决心：“好，就听你的。”而后2个人又嘀嘀咕咕半天。“娘，等晚上王爷回来，我跟他商量一下，明天未时我会派人去侯府后门找您。”“好。”杨氏揣着100两银票，哼着小曲儿回了永定侯府。“哎，娘，你怎么这么高兴啊？妹妹给你银子了？”“给什么银子？你这当哥的，不说给你妹妹置办些嫁妆，还有脸提银子？”王大宝挠着脑袋，就更搞不明白了。
不是娘自己说需要银子吗？怎的还怪到了他头上？入夜，楚王府书房，莹儿敲门进来。主子，影妻回来了。萧成宇抬起头，让他进来吧。门一开，进来的竟然是晋王府春闺院打扇的小丫鬟。她一身黑衣。影妻见过主子。起来吧，有什么发现？主子，这是属下趁人不备摘下的一片叶子。说罢呈了上去。萧成宇急忙打开，小心拿起叶子。只见叶片细长，有点像兰草的叶子，表面光滑，脉络清晰，通体呈紫色。莹一，去请楚神医。是。时间不长，楚问天就嘟嘟囔囔来到了书房。哎呀，真是的，臭小子，你不睡觉还不让别人睡觉啊？什么事不能明天说呀？萧成宇也不介意。您快看看这是什么？楚问天的目光落在叶子上，霎时间瞳孔放大。自寻，这是在哪里找到的？小丫头中的毒就是用这叶子的汁水萃取的。萧成宇神色严肃。您确定？楚问天不爱听了。嘿，我说你个臭小子，你还怀疑我的话？行，我再说一遍，我确定，肯定就是他。拿走，莹一，送楚神医回去休息。赶紧说，你从哪里拿来的？萧成宇也不多言。影一进来揽住楚问天。哎呀，走了，去睡觉了。哎，你们给我松手，我自己会走。萧成宇看见影妻没动。还有事？主子，白天王冰燕她娘来看他，属下听他们说到了王妃的名字，还嘀嘀咕咕半天，不知是否对王妃不利。哦。萧成宇双眸微沉，眼底杀意掠过。上次下毒的事还没找他算账，又想要算计什么？最终两人一起上了梧桐树，坐在了树杈上。影三影四凑上来。又来跟我俩作伴了。哎呀，我那冷酷伟岸的主子呀，这是彻底栽倒在王妃的石榴裙下了。影二抱着歉，背后议论主子，你是想挨板子了吧？影一赶紧捂住嘴。林霜隔着门缝瞧了瞧，无奈摇头。哎，小姐还是赶紧成亲吧，这一天天的，梧桐树可是遭了老罪了。正屋，魏玲珑似睡非睡间，听到了窗户有轻微响动。脚踏上，喵喵抬头不满地哼唧两声，然后扭着小屁股转移到了桌子底下。罗儿，是我。你怎么来了？有事告诉你。什么事？王冰燕带走的那盆草是紫寻，你中了毒，就是紫寻叶子制成的。萧成宇说完，魏玲珑并没有太意外，他料定就是王冰燕下的毒，只是没有证据。罗儿，要不要弄死他？我觉得报复一个人最好的方式不是让他死。王冰燕一看靖王醉醺醺的，他给靖王拖去外山，扶他坐到床沿上。王爷，您先别躺，妾身给您敬完面再睡。王冰燕转身去铜盆里把面巾浸湿，拧干后小心地替靖王敬了面，擦了手。嬷嬷端来醒酒汤，王冰燕接过来，摆手让人都退了出去。一碗醒酒汤喝下去，靖王清醒了不少。还是燕儿服侍的好。乔王爷说的，王爷是妾身的天，伺候好王爷是妾身的本分啊。妾身才不管王爷有多少红颜知己，只要别忘了妾身就好。忘了谁也不能忘了你呀，你可是本王的解语花，本王爱都爱不够呢。王爷，妾身和魏玲珑谁更美呀？提他干什么？妾身替王爷抱屈呢，本来是王爷先去提的亲，岂料便宜了楚王殿下。也不知道父皇是怎么想的，本王可是他的亲儿子，他却处处偏向皇叔。魏玲珑，本王一定要得到你。王冰燕看时机差不多，王爷，妾身倒是有个主意，既让王爷得偿所愿，
又让魏玲珑有口说不出。哦，燕儿快讲。妾身的娘来了京城，住在永定侯府，不如咱们来个里应外合，用上些手段，王爷要了她，事后她还敢声张不成？以后就算是楚王殿下娶了她，也是王爷您吃剩下的。妙啊妙啊，你可真是本王肚子里的蛔虫。王爷，妾的娘胆子小，要想说服她可不容易呢。您本王办事儿岂能亏待？拿着，先给你娘这些，事成之后还有重赏。那妾身明天就着手安排了。今晚还是咱俩先安排了吧。翌日立秋，天空飘起了淅淅沥沥的小雨，给久未下雨的京城带来了一丝凉爽，空气中弥漫着潮湿的泥土气息。到中午时，雨势有加大的苗头。杨氏坐立难安，算着时间已过未时，忙撑了油纸伞出了竹香院。昨天下午，他借着逛园子，探明了后门和梧桐院的位置。左右看看无人，杨氏心里稍稍放松了些。多亏了这场雨，府里没人走动。他沿着砖砌的小路径直到了后门处，轻手轻脚开了院门，探出头去。彩霞从角落里闪出来，行了一礼：“太太，这是小姐让我给您的。”说着把一个竹筒塞给杨氏。等回到竹香院，他把自己关到房内，打开竹筒，倒出了几支熏香，还有一张100两的银票。杨氏喜得看了又看，哎呦，还没怎么样呢，200两就到手了。他宝贝似的把银票折起来，揣到怀里，然后没事人似的躺在床上，舒舒服服的睡上一觉。梧桐院，苗苗趴在门口，因为不能到院子里撒欢，有些打蔫。魏玲珑托腮坐在窗边，透过敞开的窗子兀自望着雨雾发呆。房中静悄悄的，只听见屋外小雨细密的沙沙声。魏玲珑抬眼，一个身影无声的飘落在窗外。尹三见过王妃，属下有事禀报。说吧。王爷派人传来消息，说靖王勾结杨氏，想对您不轨。王爷让您当心些。属下方才还看到杨氏去后门见了一个丫鬟，那丫鬟还给他一个竹筒，不知道里面是何物。看来是准备动手了。王妃想怎么做？请君入瓮。属下明白，王妃不用担心，王爷已经做了万全的准备。知道了。对了，我让人打扫出一间屋子，以后你们不必在树上淋雨。尹三、尹四，多谢王妃。没事了，去吧。是。尹三离开后，两个丫鬟急忙围住魏玲珑，刨根问底。刚才凌霜听的心都要揪起来了。靖王，白侯府害小姐，胆儿也忒大了吧？今天晚上有可能看一出好戏。春兰，晚饭把喵喵喂饱，抱到你屋里，你俩谁也不能出来哦。还有其他人，谁也不许出来。等凌霜叫你们时再出来。春兰意识到要出大事了，可不敢给小姐添乱。魏玲珑把里里外外都安排好。萧长宇的暗卫暂且不提，侯府也有家丁侍卫，进得来出去可不容易。这可怪不得我了，是你们自己心存歹念，有什么后果都得自己担着。小雨下了一整天，晚饭时停了。魏玲珑洗漱完，拿起书看了会儿，就熄灯歇下了。赵嬷嬷关上院门，也回了屋。万籁俱寂，远处打更人敲着梆子，平安无事喽。三更天到了，杨氏推了推鼾声如雷的王甲弟，没反应。他轻手轻脚穿好衣服，拿起竹筒出了房门，摸到后院门口，他慢慢打开后门，一个黑影闪身进来。您是王爷吗？正是，带路吧。杨氏赶紧迈着碎步前面引路，两人怕让人发现，只敢擦着边走，高抬脚轻落下。到梧桐院门口时，两人后背都如湿了。杨氏下意识左右探探，拔上头下的发簪插入门缝中，一通拨弄，门吱呀开了。杨氏慌忙地稳住门扇，听听里面没动静，才招手让靖王进院，又随手关上。两人虽然没进过梧桐院，
也知魏玲珑肯定住的正房。他掏出竹筒，拿出一根香点燃，等香燃到差不多一半时，杨氏又用簪子把房门拨开，随后对藏在柱子后的靖王示意。靖王心里隐隐不安，心跳加速，可最终还是没能战胜邪念，一脚踏进了房门。他在心里给自己打气，来都来了，怕什么？亮魏玲珑也不敢声张，女子名节大于性命。杨氏见靖王进去，慌得手脚冰凉，要是让小姑子知道，还不生剐了自己。越想越怕，他干脆脚底抹油，跑回竹香院。靖王摸索着来到床前，床上纱帐轻垂，隐隐看见躺着一人。他一咬牙，撩起幔帐就想往上扑，谁料身后有人点住了他的穴道。靖王立刻动弹不得，话也不能说，他暗道不好，快来人啊，进贼了！他一边喊一边推开房门，屋外闯进来几人，对着靖王就是一顿拳打脚踢。靖王被打得发丝散乱，鼻青脸肿。几人打完快速离开，还没等下人去报信，魏青山、王氏和魏明泽就得到消息，跑来梧桐院。原来是王大宝这2天看杨氏不对劲，下雨天还往外跑，就留了个心眼儿。半夜又发现杨氏偷摸出去，就在后面偷偷跟着，竟看到他娘往表妹院中带了个男人，他吓得差点坐在地上。在心里挣扎了半天，还是给魏青山送了信。魏青山3人赶到时，凌霜和春兰领着几个丫鬟把贼人团团围住。贼人被绑住手脚，嘴里塞了抹布，蜷缩在地上。王氏赶紧跑到床边，黑暗中见魏玲珑躺着一动不动。玲珑，玲珑，女儿啊！魏明泽上去对着靖王就是2脚。掌灯！烛光亮起，魏明泽一把薅起靖王的头发，拖拽到了魏青山面前。等魏青山看清眼前人的长相，他晃晃脑袋，又使劲揉揉眼睛，再次看过去。靖王殿下，你侯爷，世子，这是在窗台上发现的。魏明泽拿过来闻了闻，迷香。靖王殿下，你是堂堂的皇亲贵胄，竟干出这般下三滥的事情，真是让皇室蒙羞。你就等着明天面圣吧。靖王躺在地上，口不能言，急得眼都快要瞪裂了。然而他悔之晚矣。王氏招呼魏玲珑不行，急得又是掐人中，又是摇晃身体。魏玲珑才缓缓睁开眼睛。母亲，您怎么在这儿？我的女儿，你没事就好。等魏玲珑装模作样搞清情况，他掩面而泣。靖王殿下，我跟你无冤无仇，为何如此害我？你真是想要我的命啊！玲珑，你放心，爹就是拼了这老命，也替你讨回个公道。父亲，您还是知会一声楚王殿下，让他去解决吧。魏青山一听，对啊，他媳妇儿差点被人欺负，还是他亲侄子，他不管谁管。来人，去请楚王殿下。萧长宇来得很快，是带鞭子来的。他把靖王拎起来扔到院中，劈头盖脸就是一顿抽。来人，拖着他进宫。影一和影二一人一只胳膊，抬起来就走。魏青山和魏明泽换了衣服，随后也跟了去。皇帝今天歇在皇后宫中，两人唠些家常，刚迷糊住，总管马瑞慌里慌张在外面禀报：陛下，不好了，出事了！皇帝一激灵，睁开眼，要是没有大事，半夜谁敢惊扰圣驾？何事啊？楚王殿下捆着晋王殿下进宫了。这叔侄俩闹的哪一出啊？御书房里，萧长宇脸色铁青，坐在椅子上。晋王被捆了双手，跪坐着，如今已是面目全非，完全看不出还是那个风度翩翩的晋王。帝后进来，看到了这场面，大吃一惊。怎么回事？你问他。陛下，永定侯和侯府世子求见。大半夜的，这是怎么了？宣。魏青山进来，跪地就哭。哎呦，陛下，你要给老臣做主啊！靖王殿下欺人太甚呐！哎呦，哎呦！皇帝和皇后面面相觑，一头雾水。魏侯爷莫急，有话慢慢道来。方才晋王殿下潜入侯府，用迷魂香迷晕我妹妹，欲行不轨之事，请陛下为我们做主。说完，以头触地，伏地不起。
皇帝和皇后听完简直惊呆了。世子的妹妹，那不就是楚王未来的王妃？这是皇子能干出的事儿？皇帝不敢相信，世子所言可属实啊。萧长宇拽住靖王嘴里的抹布，从他后背一点，说吧。父皇饶命，儿臣也是受人蛊惑，才犯下大错。皇帝一听，这是默认了。靖王自知罪责难逃，不敢有丝毫隐瞒，一五一十撂了个干净。皇帝听完，头都要炸开。真是孽障，这要是传出去，皇室颜面何存呢？御史言官知道了，且有的闹腾。皇帝瞅了瞅杀气侧漏的弟弟，又看了看怒气冲天的魏氏父子。来人，把晋王拉下去，重打50大板，禁足1年，并罚俸3年。陛下不可，陛下，50大板会要了他的命的。陛下，您就饶了他这回吧。瞧瞧你养的好儿子，远儿，谁把你打成这样？本王打的，如何？王爷下手太狠了。若不是念及皇兄，本王当场就解决了他，省得令皇室蒙羞。何贵妃扑到皇帝脚下，陛下，臣妾就这一个儿子，再打就要出人命了，您就原谅他这次吧。何贵妃，国有国法，家有家规，从哪一条讲，晋王都是罪不可恕。你教子无方，还敢求陛下原谅？来人，传本宫懿旨，何贵妃即日起禁足锦华宫，4个月不得出。皇后娘娘，你公报私仇。哟，本宫与你有什么私仇？你说来听听。何贵妃张口结舌，说不出话来。这一家子闹成一团，魏氏父子旁边看热闹，反正没个说法，他们决议是不依。没听皇后说吗？把何贵妃带出去。何贵妃没想到皇帝竟依了皇后，心凉了半截，被宫人拖着送回锦华宫。还愣着干什么？把晋王拖出去，打！晋王吓得说不出话来，浑身瘫软，被拖了出去。本来已经挨了一轮拳头，一轮鞭子，又要再挨一轮板子，这还没打上20下，晋王眼一翻，昏死了过去。皇帝下令把他送回晋王府。魏爱卿，那个孽畜朕已经处置了，好在魏小姐无事，朕赏她白银2000两，绸缎20匹，宝石头面2套，以示安抚。萧长宇哼了一声，别过头去。想必魏小姐受到了惊吓，本宫赏她玉镯1对，玉如意1柄，胭脂水粉若干，还有南边来的新鲜瓜果，给她压压惊。魏青山一看差不多了，见好就收，忙磕头谢恩。打发走了3人，皇帝长舒一口气，他这才想起那始作俑者，他恨得牙痒痒。这样的祸水留在晋王身边，终是祸患。马瑞，去晋王府宣朕口谕：晋王贵妾王冰燕心术不正，蛊惑王爷，致王爷背离正道，实属可恶，着敕夺贵妾身份，同其母杨氏一起发卖为奴。还有，吩咐下去，今晚之事若有人传扬出去，我诛他9族。在晋王被抬回王府时，王冰燕就知道他完了。怎么会这样呢？真是成事不足，败事有余。王冰燕把彩霞叫过来，递给了他一张卖身契和几张银票，还有一些首饰。你我主仆10几年，也算是到头了，你赶紧走。小姐，奴婢不能离开您的。傻话，我自身都难保了，你有多远走多远，快去收拾东西，赶紧走，别废话。彩霞见王冰燕心意已决，磕了3个响头，抹着眼泪转身出去。不一会儿，马瑞亲自来宣皇上口谕。王冰燕平静地接了旨，他看着下人收走了他的东西，搜了他的身。王氏可没有这么冷静，他知道晋王被抓，魏青山父子找皇帝告状，顿时慌了手脚。他收拾收拾就想跑，打开院门，林霜持剑冷冷地看着他。杨氏一屁股坐在地上，面如死灰。侯府正厅灯火通明，老夫人也惊动了，她气得嘴唇抖动。好啊，好得很，把他给我带上来。老夫人，妹妹，我错了，求你们看在亲戚份上饶了我吧。
王氏上去一个大巴掌，你可曾看在亲戚的份上饶过玲珑？我哪里对你不起？你要这样害我的女儿，你告诉我为什么？王甲弟和王大宝哭着跑进来，双双跪下求情。大哥，这事就等皇上裁决吧，我做不了主。不久，皇上口谕送达，杨氏一听直接昏死过去。第二天一早，教坊司就分别上门把王冰燕和杨氏带走，任凭杨氏再怎么哭嚎，也已经无济于事。王甲弟一夜间好像老了10岁，他和王大宝每人背个包袱来向王氏辞行。王氏看着父子俩，心里也难受。还好这个侄子心存善念，他从心底感激。魏玲珑得知父子俩要走，赶到前厅，他拿出500两银票塞到王大宝手中。表哥，这些你拿着，昨晚的事谢谢你。王大宝说啥也不要，这钱拿着不得劲儿。表哥，你是好人，舅母的事是他咎由自取，你不必自责，问心无愧就好。你和舅舅回南江县好好过日子，收了这银票，省得母亲担心。王大宝推脱不过，含泪收下。父子俩回家去了。玲珑，你哪来的这么多银票啊？皇上赏的。王氏有点懵，他明明记得皇上赏下来的是银锭子。魏玲珑怕王氏继续追问，急匆匆跑回梧桐院，心里思忖着还是要找机会告诉家里人他不差钱这事儿，省得花钱还要遮遮掩掩。进屋看喵喵睡得正酣，魏玲珑便拿了本书出去，坐到秋千上，刚掀开一页，绿珠风风火火跑进来。小姐，太子妃和乐安公主来了。太子妃姓林，名子涵，镇国公林北时的嫡女。镇国公是国之栋梁，如今带着儿子镇守北疆。魏玲珑只是在赏花会上见过太子妃一面，对她印象不错，是个蕙质兰心的女子。魏玲珑紧走几步，臣女见过太子妃娘娘，公主殿下。这里我可不敢受，您可是我们未来的皇婶儿。哼，本来我是唤你玲珑姐姐的，谁知道一下子涨了一半，不公平。休要取笑我，我哪敢取笑皇婶儿啊！少贫嘴，请太子妃屋里坐。太子妃打量了一番这院子，布置的清新雅致，让人心情舒畅。这棵树让我想起前人的一句诗：坐享微风过荷叶，梦成疏雨滴梧桐。我看咱们就在树下坐坐吧，还能听见风声鸟鸣。那就恭敬不如从命，请坐吧。丫鬟们有序地端上茶水、糕点，还有时令水果。哦，对了，春兰，你去做些抹茶冰沙，给太子妃和公主消消暑气。春兰领命去了小厨房，三人落座。听闻皇婶昨日受到惊吓，今儿个母后特请我来问候皇婶一声。劳烦皇后娘娘记挂着，回去转告娘娘，我很好，多谢娘娘的赏赐，改日我定进宫谢恩。那人被父皇禁了足，活该。听说啊，让皇叔拿鞭子抽的衣服都碎成条了。皇叔对你护得真紧。谁说不是呢？皇叔的婚事，父皇母后可是操碎了心。原以为皇叔是铁树，谁知道遇见皇婶竟开了花。你俩这般背后议了你家皇叔，小心我去他面前嚼舌根子。可别啊，我最怕皇叔了，就知道整天摆着一副臭脸。谁说本王一副臭脸？光听声音，乐安公主就知道是谁来了，跳起来躲到树后，探出脑袋。皇叔听错了，没人说你。你没事吧？没事，挺好的。乐安公主一屁股坐到秋千上，晃着腿叹息：唉，人比人气死人。皇叔每次看我的眼神都冷飕飕的，再看看怎么对皇婶的，简直就变了个人。这时春兰端来了4碗冰沙，快过来吃冰沙，堵上你的嘴。一听有好吃的，乐安公主跳下秋千，坐过来就舀了一勺子。好吃。皇嫂你快尝尝。皇婶的丫鬟这般巧呢，要不借给我2天？不借，我可以把冷饮方子给你，我这里有许多呢。太好了，今儿算是没白来，竟得了皇婶的秘方。魏玲珑让春兰去抽屉里把方子拿来，
有一打子，这都是无事时写下的。好多都是现代一些冷饮的配方，有的配料古代没有，魏玲珑想法子用别的替代，效果也不错。这些也不算什么秘方，无外乎就是冰里加些水果、豆子、牛乳和蜂蜜什么的，反正都是举一反三。太子妃喜欢，送她便是。谢谢皇婶儿。虽说暑气未消，已经立秋时节了，也不要贪凉。太子妃忙点头。我和乐安就先回去，不打扰皇叔和皇婶儿了。皇婶儿有空请去宫里走走。乐安公主还没玩够，不想离开，被太子妃生拉硬拽着走了。龙儿，我想现在就把你娶回家，那样就可以天天看见你，也不用时刻担心你的安危了。急什么？我又跑不了，还有1个多月大哥就大婚了，要不你先找人定下日子？还有好多东西要准备，不能太仓促了。是啊，定下吉日，还有好多繁琐的事要做，不能马虎，得给龙儿一个盛大的婚礼。我这就去找青天剑。说罢抬腿便走。这是怎么说风就是雨啊？随他去吧。迢迢牵牛星，皎皎河汉女。转眼到了7月初7乞巧节。现代七夕节这天，情侣们互换礼物，共进浪漫晚餐。各大商场进行各种方式的促销。魏玲珑约了乐安公主和方清兰，晚上一起去龙香酒店吃饭，吃完去看花灯。当然，还有萧长宇和魏明泽。魏玲珑正神游之际，春兰端了一个盘子过来。小姐，赵嬷嬷做的巧果，您尝尝。好吃。嬷嬷手艺真好，可以去摆摊了。赵嬷嬷听见了，开心的从小厨房探出头。那小姐多吃几个。太阳刚西坠，乐安公主的车驾就到了侯府门口，马车里还坐着方清兰，马车后是骑在马上的萧长宇，当然还有魏明泽。一行人溜溜达达，按计划先去龙香酒店吃饭。奈何街上人太多，街两边的商贩红男绿女们挤得马车过不去，几人只好步行。龙香酒店今天布置的格外喜庆，大红灯笼分外抢眼，来吃饭的情侣太多了，门外已经挂上了客满的牌子。幸好东家的雅间必须得有，还是最好的那间立春。几人落座，伙计先上来茶水和水果。乐安公主发现了问题。你们都成双成对的，原来就我多余。皇婶儿，你看皇叔就知道欺负我。别理他，等我给你介绍一个比你皇叔好看的，英俊潇洒，风流倜傥，玉树临风。等，皇婶儿，你快打住吧，这世上有这样的人吗？我觉得皇叔长得就够好看的了，还有比他好看的啊。说笑间，韩慕云敲门进来。又见到韩慕云，乐安公主再次看直了眼，小脸刷的一下红得像熟透的樱桃。方清兰贴到魏玲珑耳边，来了。韩慕云见过几位贵客，有什么需要尽管吩咐小的。确实是有个需要。这笑让韩慕云直觉瘆得慌，这家伙肯定没憋着什么好话。您请讲。你看今晚这样的日子，我们几人唯余公主一人形单影只，我们需要你陪公主吃个饭。魏玲珑话讲完，乐安公主的脸更红了，头垂得更低。韩慕云在心里白眼翻上天。听听，这是人说的话吗？真想把他捶个800遍。魏小姐这个需要，小的实在难以满足。今天客人众多，小的分身乏术啊。说着，韩慕云瞟了一眼萧成宇，你也不管管，他才不会拆小丫头的台。无奈，韩慕云又开始卖惨。请恕小的不识好歹啊，小的也是替人做事，身不由己啊。东家要是知道了，还得了？怎的？你东家还能大过王爷公主去？反了他了。你就放心坐下，有事儿王爷盯着。他看向萧长宇，萧长宇正在认真看魏玲珑演戏。对，本王顶着。你东家要是敢责怪于你，本王就
就罚他亲自下厨，给本王做饭。这是什么跟什么呀？韩慕云生无可恋，他算看出来了，这楚王殿下冷酷战神，原来就是个妻管严。哎，胳膊拧不过大腿呀，哼，陪就陪，反正东家发话，陪着吃顿饭又不会怀孕，怕什么？他一屁股坐到乐安公主旁边，谢谢韩公子。不客气，不客气。夜幕低垂，天上一轮上弦月，周围繁星点点，而整个京城都被花灯点亮，跟萧长宇并肩而行，影影绰绰望见了城墙。魏玲珑停住脚步，哎呀，再走就出城了。哼，跟龙儿在一起，去哪里都可以。真的啊？嗯。那我想到城墙上看牵牛织女星。好。萧长宇拦腰抱起魏玲珑，施展轻功来到了城墙下，脚尖点地，飞身到了城墙之上。好刺激啊！原来这就是轻功，古代人真的会飞啊！王爷，你好厉害！想学？我教你。不许，以后想飞了就让你抱。萧长宇的心突突直跳，小丫头最近会说情话了，更让人情难自禁。快放我下来，我找找织女星。浩渺的星空就在眼前，魏玲珑一眼便看到了织女星。啊，王爷快看，那是织女星，隔河相望的那个是牵牛星。萧长宇从身后抱住她，贴上她的脸颊。龙儿，我不要跟你隔着银河，我要永远这么抱着你。好。此时仿佛天地间只有他们两人。愿我如星，君如月，夜夜流光相皎洁。愿得一人心，白首不分离。真安静啊，只听见两个人的心跳在一起，扑通扑通。哎，谁在上面？城墙下一队巡逻的士兵看到城墙上的身影，大声问了一句。影一从暗影里剑一样冲出来，一把捂住那人的嘴。你不想活了？那是楚王殿下和王妃娘娘。王爷可真会玩啊！谁说不是呢？话出口，反应过来，踢了那人一脚。废什么话，赶紧巡逻去。魏明泽和方清兰两人一前一后，拘谨得很。走了一段，魏明泽回头，等方清兰跟上时，鼓足勇气抓住方清兰的手。方清兰身子一颤，脸红成了苹果，是子。我怕你走丢了。两个人的手心都出了汗，两人亦步亦趋。再说那对假情侣，韩慕云最烦的就是陪女人逛街，今日更是委屈。他边走边埋怨魏玲珑，又恨自己怎么就意志这么不坚定呢？人家一个眼神就乖乖从了，他像小兔子似的，一路蹦蹦跳跳，看到什么好玩的都招呼韩慕云过去。韩公子，我要吃巧酥。韩慕云无奈掏钱买。韩公子，你看这两个泥娃娃太可爱了，我想要。韩慕云乖乖掏银子，这丫头哪儿像公主啊？公主不应该是端庄贤淑、最讲究仪态的吗？魏玲珑四人站在龙香酒店门口，看到的就是两个人拉拉扯扯的走过来。乐安公主怀里还不知抱着什么东西啊！这是假戏真做了。韩慕云狠狠瞪了魏玲珑一眼。各位贵人们，是不是都该回府了？今晚多谢韩掌柜了，陪公主玩的如何？韩慕云甩甩袖子，不吱声。天色不早，各位贵人请回吧。是该回去了。玲珑，咱们回府吧。几人跟韩慕云告别。这时莹儿把马和马车领了来，魏玲珑和方清兰上了马车。乐安公主恋恋不舍看了看韩慕云，从怀里拿出了个泥娃娃，跑过去塞给韩慕云。韩公子，这个女娃娃给你，我留那个男娃娃。在韩慕云呆若木鸡的眼神中爬上马车。韩公子，我还会来找你的。萧长宇实在是忍不住，在马上呵斥一声：乐安，注意你的身份。乐安公主偷偷翻了个白眼儿。饱汉子不知道饿汉子饥。看着马车走远，韩慕云还站着不动。伙计不知道发生了何事，忙跑过来。掌柜的，没事吧？韩慕云摇了摇头，
这才抱着女娃娃走进了店里。他闲来无事，亲自下厨做了2道小吃，一道炸藕片，一道浓藕汤。魏玲珑让丫鬟给老夫人和王氏各送1份去，还给父亲和大哥各留1份，又用食盒装了，带着春兰和凌霜前往楚王府。自从七夕那晚后，2人的感情越发亲密。萧成宇早就找好了司天监，逼着他选了9月最近的吉日，9月22。属下见过王妃。魏玲珑微笑着打过招呼，径自去了书房。影一和影儿分立在门2侧，却见屋内还坐着一人，面容白皙，眼如繁星，眉如新月，嘴角微扬，正笑眯眯看着自己。太子殿下什么时候回的京？臣拟见过太子殿下。哎，皇婶儿，这可使不得呀，快请坐。萧成宇放下了手里的折子，满眼宠溺。拿的什么？魏玲珑把桌案上的折子划拉到了一边，食盒放在桌上，打开食盒，把炸藕片和浓藕汤端出来。哎呦，皇婶儿，有没有我的份儿啊？想都不要想啊！皇叔，您不至于吧？至于，想吃找太子妃去，都有份儿。他又让人拿来碗筷和勺子，不偏不倚，2人均分。萧成宇看着太子咯吱咯吱咬着藕片，心里十分的不爽。太子又喝了一口浓藕汤，好喝，皇婶的厨艺当真高超啊！涵儿对我说，皇婶给了他冰饮的方子，他就试着做了几次，果然是好极了。喜欢就好。等叔侄2人吃完，魏玲珑利落地把碗筷收进了食盒，放到地上。上次南音被追杀的事查得怎么样了？信中不是跟你提过吗？云岭楚家大小姐的事儿，牵扯到云岭的少女失踪案。根据楚南音提供的线索，我已派人去查，不久就会有眉目的，莫急。太子表情变得严肃，看着魏玲珑，欲言又止。那我不打扰你们谈正事，就先回去了。好，路上慢些。啊，皇婶慢走啊。魏玲珑拿起食盒，微微一扶，开门出去。哎呀，皇婶可真是玲珑心思，皇叔好福气呀。还是说正事吧。哎，云岭知县秦大同已死，好多线索都断了。看来这是来了一出断臂求生啊。是啊，本来我已经查到秦大同私自加征赋税，贩卖私盐，看来这少女失踪跟他也脱不了干系了。哎，可是这一场大火，什么证据都没了，连同他的妻儿。2个人心里都明白，秦大同只是敛财的工具，大部分赃款都进了保护伞的腰包。孙尚书的公子孙有才跟晋王可是来往甚密，如今他的女儿又只为晋王妃，成了一条绳上的蚂蚱。何丞相那个老狐狸也要盯紧点儿，云岭再派个得力的过去继续查，藏得再深也会露出尾巴。这颗毒瘤不挖出来，怕成大患。啊，我已经跟父皇说过了，派御林院的编修冯继去夫人，他为人刚正不阿，有能力。引领这个烂摊子，一般人可摆弄不了啊。我派几个人暗中保护他。太子又讲了这些天所走过的地方，发现了一些问题，叔侄俩一起商讨该怎么处理。魏玲珑从王府出来，坐上马车，一个太子，一个王爷，商讨的都是朝廷政事，或许还有一些机密大事不是他所能听的。他不跑干什么？还不如去逛逛街。哦，对了，去看看韩掌柜。马车一会儿便到了龙香酒店。韩慕云见到魏玲珑，阴阳怪气的：“哟，东家视察工作来了。”看来还在为七夕晚上的事而生气。魏玲珑一眼便看到了乐安公主送她的那个女娃娃，端端正正摆在案几上。男娃娃，你娃娃这几天来找你了吗？韩慕云使劲剜他一眼：“都是你出的好主意，哼！我可是万花丛中过，片叶不沾身。”你可拉倒吧，想当和尚你可不够格。嘿，我当驸马更不够格啊！她比我小那么多，还是公主，我算什么？商人
孤身一人的商人。魏玲珑沉默了，或许自己真的做错了。乐安公主心思单纯，看得出来她很喜欢韩慕云。哪个少女不怀春呢？但不得不说，韩慕云说的是对的。士农工商，商人是排在最后的。皇帝会允许公主嫁给一个没有背景的商人？可能性渺茫。要不咱花钱买个官？哎呦，姑奶奶耶，你饶了我吧！您看我是当官的料吗？假如公主……哎，别假如了啊！这样的日子挺好，我很享受，可不想找那个麻烦。上辈子我都没有妥协。魏玲珑看他心意已决，也有些后悔，不该乱开玩笑。兄弟，我道歉，以后这玩笑绝不再开。哼，原谅你了。二人又对了一下账目，魏玲珑就告辞出来。谁料刚出门就被人叫住：“魏小姐，请留步。”魏玲珑转身，这不是赏花会上跳舞那个叫孙悦的吗？好像是被赐婚给晋王为正妃。原来是孙小姐，真巧。我能请你喝杯茶吗？魏玲珑挑眉，她未来的夫婿可是因为自己被打了板子进了族，跟自己有什么好聊的？未来我还要叫你一声皇婶呢，喝杯茶没事的。好，那就去品茗阁坐坐。两人要了一壶茶，把丫鬟们打发了出去。孙小姐，有话就请直说。魏小姐，我只是想找个人说说话，正巧碰见你，就……你可是遇到什么麻烦？我听说靖王被陛下打了板子，还进了族，是因为他……孙悦没能说下去，他说不出口。他顿了一下，又关切地询问魏玲珑：“你没事吧？”“我没事，只是中了些迷药，药劲过了便没事了。”“你对靖王……”话一出口又打住。谁都知道靖王府正妃没进门，侍妾已然无数。靖王妃这个名头，也只是政治联姻的桥梁，试图把两个家族的利益捆绑在一起。这门婚是我本是不愿的，我与表哥青梅竹马，他说等中了状元便来提亲，可父亲非要让我嫁给靖王，我不从。父亲说那就打断表哥的腿，我说打断腿我也嫁。父亲说那就让表哥永远消失。这是我能听的吗？最后我怕了，我知道父亲说到做到。尚书大人为何执意如此？在他眼里，权势地位大过一切，他要的太多。我知道这跟世人眼中看到的不符，可世人只能看到该看到的。难道孙尚书是道貌岸然、沽名钓誉之徒？果真如此的话，就隐藏得太深了。不管怎样，我也不能知会别人的家事。我不知道该说什么。如果你觉得说出来好受些，你就说吧。我发誓不会透露出去半分。我相信你，那次在赏花会上，我就钦佩你的勇气，我还羡慕你有真心疼你的家人，支持你退掉娃娃亲，这就是我的命吧。不过在别人看来，能嫁给靖王是我命好。看看，我还不知足呢。此时魏玲珑更觉得自己是幸福的。孙小姐，我很惭愧帮不了你。孙悦了然一笑，你已经帮我了，我只是无人倾诉，谢谢你听我说了这么多。马车上，奴婢看孙小姐知书达理的，性子也好，偏就给了那个人。少替别人操心，还是咱们小姐幸运。你不知道，王爷在船上第一次见到小姐就迷死了。是吗？你怎么知道的？你傻呀，我就在小姐旁边。你都敢编排王爷了，你学坏了。算奴婢没说。魏玲珑心里却琢磨起来，找机会得要问问他，是不是对自己一见钟情。回到侯府，魏玲珑亲自下厨，做了一桌子美味，让人把菜肴端去前厅。这一桌子菜上桌，一家子老少都惊呆了。瞧瞧你，马上都成王妃的人了，还亲自下厨，也不怕累着。是啊，下次可不许了。我想让你们尝尝我的手艺嘛。不请大哥，快尝尝合不合口味。一家人尝过后赞不绝口，一顿饭吃得其乐融融。皇宫，瑶光殿，乐安公主趴在美人榻上，唉，
公主，您已经叹了13、14气了，再叹下去，奴婢怕您要长白头发了。乐安公主坐直身子，撅着嘴，一副无精打采的样子。你以为我愿意吗？我这不是控制不住吗？自从七夕那晚回宫，乐安公主就像变了一个人。如花，你说我要是看上一个商贾，父皇会同意把我嫁给他吗？皇上和娘娘肯定不会同意的。您是公主，您得嫁入名门望族，普通人哪能配得上您？我就知道会是这样，可我为什么要嫁给一个不喜欢的人呢？公主意有所指，再看这几天表现，莫不是看上了什么人？难道……哎呀，公主是不是看上了韩掌柜啊？她越琢磨越觉得是。公主，您不会是看上龙香酒店的韩掌柜了吧？胡说什么呢？谁看上他了？公主，奴婢劝您赶紧歇了这份心思。韩掌柜再怎么好，他也是一介商贾，岂能入得了皇上的眼？万一让皇上知道，怕是对他不利呀。是啊，父皇虽说疼自己，可在大事上从来不糊涂，果断得很。入话说的也有道理，要是父皇迁怒韩慕云，这可怎么好？哥，我没有对他表明心意，也不知道他对我有没有想法。他最好没有想法。您贵为一国公主，他不过是个商人，身份悬殊，无法逾越。你千万别惹得皇上生气，到时候悔之晚矣。公主就不能追求自己想要的生活吗？就活该一辈子为了设计牺牲自己的幸福吗？不行，皇婶都能勇敢地推掉丞相府的轻视，自己也要追求想要的幸福。给我更衣，我要出宫。公主，您不能，你要再多嘴，我就换别人来伺候。奴婢遵命。公主车驾刚到龙香酒店门口，伙计便小跑着去后院报信。韩慕云捏了捏眉心，公主问起就说我不在啊，再问就说我去巡视铺子了。啊，好的。果然，乐安公主进门就问掌柜在哪儿，伙计恭敬回答：回公主殿下，实在是不巧，掌柜的一早就出去了。去了哪里？什么时候回来？掌柜的说是去巡视一下铺子，什么时候回来不一定，也许傍晚就回，也许7、8天也没准儿。看来自己来的不是时候。公主，咱们还是回去吧。乐安公主魂不守舍，没了主意。忽然她想起了魏玲珑，皇婶儿肯定能帮自己。去永定侯府。梧桐院里，魏玲珑正在跟喵喵玩耍。喵喵已经4个月了，身形长到2尺，体重也有40多斤，出具了成年老虎的样貌。小家伙警觉性越来越高。一天晚上，他对着梧桐树嗷呜个不停，引得林霜莫名其妙。小姐，喵喵怎么了？是不是病了？魏玲珑窃笑，把喵喵强行抱进了屋内。尹三横了尹四一眼，用低得不能再低的声音道：让你闹出动静，哼！哎呀，这小白虎还真不敢等闲视之啊。听说乐安公主来了，赶紧整理下衣装迎到府门口。王氏也出来相迎。臣妾见过公主殿下。本宫冒昧前来，还请侯夫人莫要见怪。公主说的哪里话？臣妾全家欢迎还来不及，公主快里面请。夫人，本宫想找皇婶说说话。王氏识趣的退下，让魏玲珑领着乐安公主去了梧桐院。魏玲珑观察乐安公主的神色，心中猜测她是为何而来。造孽呀！说起来也怪我，不该那晚让他们单独相处。就韩慕云往那儿一站，哪个少女不心跳啊？也难怪乐安公主清醒。哎呀，这可怎么办呢？王婶儿，我该怎么做啊？我看上韩掌柜了。魏玲珑手抚着额头，半天没说话。王婶儿，您倒是说说我该怎么办啊？公主，你们身份悬殊，不可能的。我就是喜欢他。可你了解他吗？他家只是一个普通的小商户，他是不得宠的3房庶子，而你是皇后嫡出的公主殿下，你觉得皇上会同意吗？况且他生性不喜拘束，讨厌那些规矩礼教，让他做你的驸马，从此套上枷锁，还不如杀了他。可我就是喜欢他。公主，不要执迷不悟，韩掌柜不会接受你的，太过执着，到头来会害了你们2个。王婶，您怎么对他如此了解？正因为我了解他，
我知道他要什么，才会这样劝你。我不信，我哪里不好吗？他腾地站起身，眼神坚决。我一定要亲口听他说，我才信。韩慕云窝在摇椅里，手里捧着那个女娃娃，一动不动。这泥娃娃像他吗？嘿，别说啊，还挺像。那天明明自己是不情愿随他出去的，为何还总是回想起一些细节呢？自己这是动了心了？算了吧，别笑想不该想的，本就是两个世界的人。她是天之娇女，受万民敬仰，自己只是地上一粒微尘，身上沾满铜锈气。他或许只是看惯了贵族公子们的高贵矜持，被自己这种不拘小节、无拘无束的状态所吸引。乐安公主一连来了7天，韩慕云便躲了7天。告诉你们掌柜的，不用再躲了，本宫不会再来了。第8天，乐安公主没再出现。伙计看着韩慕云在柜台里算账，半天了，账册还是那一页。哎呀，掌柜的，累了就去歇会儿吧。韩慕云抬头，眼神茫然，好一会儿他才反应过来，老夫人、王氏和魏玲珑坐于主位，等人都齐了。今日中秋，玲珑先敬大家一杯，谢谢大家平日在侯府里的辛劳，往后我们还要上下一心，换侯府安宁。为了感谢大家，我决定从我的私房钱里赏每人2两银子。好啊好啊，谢谢大赏赐。王氏刚想说怎么能让女儿掏私房钱呢，老夫人笑着抬手制止，不让她说话。大家知道咱侯府还有件大喜事儿，我大哥20那天大婚，到时还仰仗大家鼎力合作，莫要露了怯，让人笑话了去。小姐请放心，小的们一定办好差事，绝对不会让人看笑话的。请小姐放心。那好，中秋家宴开始，大家可劲儿造。魏玲珑还悄悄给尹3、尹4准备了吃食。孙女祝祖母身体康健，尽享天伦；祝母亲青春永驻，万事如意。好，也祝你平安顺遂，心想事成。老夫人和王氏心中喜悦，都饮了些酒，让魏玲珑分别送回了院子。当魏青山和魏明泽父子回来时，家宴已经结束。魏玲珑贴心地留了月饼给2人。魏青山回到锦绣院时，钱嬷嬷正熬了醒酒汤给王氏。哎，平素滴酒不沾，今日怎么倒喝成这样？王氏打发钱嬷嬷去休息。妾身高兴，才多饮几杯，连母亲都破例了。何事让你婆媳2人都喝多了？有玲珑这样的女儿是咱们的福气，最该谢的还是母亲，这么多年对玲珑的悉心照料，还把她教养的知书达理，面面俱到。王氏说罢有些哽咽。魏青山听完甚感欣慰。哎呀，咱们加倍疼她就是了，等她大婚，我给她多准备些嫁妆。那是当然，不给她给谁？把老夫人和王氏送回院子后，魏玲珑让2个丫头扶着回了梧桐院。林霜刚点燃蜡烛，谁？是我。却见萧成宇自屏风后转了出来，林霜和春兰面面相觑。王爷这都不背人了吗？每次王爷来找小姐，他俩都装作不知情，这次直接都不避讳了。你俩去歇着吧，这里不用伺候了。俩丫鬟行礼退出去，贴心的把房门带上。魏玲珑喝了点酒，有些口渴，她径直走到了桌旁，倒了一盏茶水，咕咚咕咚喝下去，完全忘了大家闺秀的仪态。萧长宇自身后环住她的纤腰，声音里带了几分委屈。诺儿，我也想吃月饼。你不是去参加宫宴了吗？陛下连块月饼都没赏你。魏玲珑不解，萧成宇转过她的身子，面对面看着，一字一顿。我想吃你亲手做的月饼。哼，连尹3和尹4都吃着了。原来刚才在魏玲珑回房前，尹3和尹4跟萧成宇炫耀，说王妃做的月饼可好吃了。萧成宇抬脚教2人赶上树。好，小厨房还有，我去给你拿。我也去。好，你也去。
魏玲珑边走边吐槽，自己好像幼儿园的阿姨。皎洁的月光洒满梧桐院，魏玲珑径自从小厨房拿了2块月饼出来。给吃吧。肖成宇也不接，拦腰把他抱起，飞身上了屋顶。魏玲珑一声惊呼，人已经到了屋脊之上。你也吓死我了你！苗苗以为魏玲珑有什么危险，在院子里不停地冲着屋顶嗷呜嗷呜叫，上蹿下跳。小祖宗，你快别叫了！梧桐树上的4个暗卫也是看得目瞪口呆。天哪，主子也太不同寻常了，上个月都得上房了。千千万万年以来，他一直都未曾有改变。不知他看过这人间多少的喜乐悲欢。微风撩起他的发丝，在月色里轻扬。肖长云眼中柔情似水，他拨弄着他的秀发，深情款款。龙儿，不管多少年，我会永远在你身边。魏玲珑转头看他，撩人的月色，迷人的情话，此情此景，他完全迷失了。仗着残酒未消，他霸道亲上去。肖成宇一怔，每个关节都绷得紧紧的，他能听见彼此的心跳声。随后他眉眼舒展，唇角勾起，任凭他肆意妄为。影一一把捂住影二的眼睛，不许看，小心长针眼。影二、影三、影四顿时无语。过了好久，魏玲珑倏地清醒过来。哎呀，我都干了什么？太丢人了！他想捂脸，结果发现手里还攥着2块月饼。你不是要吃月饼吗？给你。肖成宇咬了一口，冲魏玲珑笑。不许笑，咬你！肖成宇笑意更深。好吃吗？好吃，比御膳房的厨子都做得好吃。一会儿功夫，肖成宇就把2块月饼吃进腹中。你这样子好像皇上没管你饭。魏玲珑笑着调侃。龙儿不在身边，珍馐佳味都没有滋味。这还是那个高冷的楚王殿下吗？我看你啊，越来越会花言巧语了。不还是遇见了龙儿吗？让我情不自禁，我都管不住自己的嘴了。魏玲珑无声地笑了。2个人静静地坐着，在如梦如幻的月色里。永定侯府自中秋之后就忙碌起来，大婚的帖子早在1个月前就发送出去。这下好了，有二嫂帮我处理这些琐碎的事情。楚南音被这声二嫂叫得红了脸。魏明阳摸着后脑勺，嘿嘿傻乐，就知道傻笑。魏玲珑看他2人相处融洽，暗叹二哥真是傻人有傻福。玲珑啊，你快些帮母亲检查一下，你大哥这喜服哪里可有不妥，可别误了事儿。又转身去确认明日迎亲的花轿、礼品、仪仗等等事宜。一家人忙得团团转。大婚前还有最重要的一环，就是祭拜祖先。吉时到，全家人在老夫人的带领下进得祠堂。桌上供着3牲、水果点心等贡品，还燃着香烛。老夫人立于一侧，示意魏青山上去，其他人则按辈分站在老夫人身后。魏青山手持3炷清香，向祖宗牌位深深鞠躬行礼。魏家列祖列宗在上，承蒙祖宗护佑，明日长子明泽大婚，乃家族大喜，愿祖先赐福新人，夫妻同心，早生贵子。我等后辈定守好家风，不负祖先恩泽。随后轮到魏明泽上完香，行3拜9叩大礼。他虔诚跪于蒲团之上。列祖列宗在上，明泽明日大婚，特来拜祭，愿祖宗庇佑，夫妻恩爱，家族昌盛。此后定当恪守本分，荣耀门楣。祭拜结束，出得祠堂，老夫人满脸慈爱的嘱托：泽儿，明日以后你便成了真正的男人，咱魏家男儿不纳妾，这是家规，希望你们夫妻同心，举案齐眉。孙儿谨遵祖母教诲。
王氏也是得偿所愿，长子终于要成婚了，一颗心算是落了地。一行人往回走，魏玲珑悄悄拽了拽魏明泽的袖子：“大哥，今晚还能睡得着吗？”下个月就轮到你了，到时候你便知道了。那我不嫁了。你还是赶紧嫁了吧，咱们的屋顶可架不住你和楚王殿下折腾。哎呀，大哥怎么知道的？魏玲珑小脸一红，撒着娇：“大哥，我还是不是你亲妹妹？”哎，亲妹妹心里有了别人，大哥也管不住呀。哎，有什么好玩的事吗？我也听听。你瞎打听什么？不理你们了。望着魏玲珑逃走的背影，魏明泽一脸宠溺，魏明阳一脸懵逼。景洪帝25年8月20，天空刚泛起鱼肚白，鸟儿便在枝头欢呼雀跃。永定侯府大门四开，迎亲的队伍已经列好队。魏明泽一身大红喜服，上面用金丝线绣得瑞兽麒麟，他身姿挺拔，嘴角挂着难掩的喜悦，一跃跨上白马。吉时到！迎亲队伍浩浩荡荡朝着方府而去。魏玲珑目送队伍走远，便陪着魏青山在门口迎接前来道贺的宾朋。平时跟魏青山交好的官员们早早就上了门，礼部尚书和夫人孟氏携手而来。恭喜侯爷！哎呦呦，尚书大人，同喜同喜啊！这还要多谢夫人的大美呀！哎呦，妾身只是牵了个线，世子夫妇啊，那可是天作之合呢。孟氏眼睛注意到魏玲珑，哟，这是狄小姐吧？未来的楚王妃。哎呦，果然是天生丽质啊！夫人安好，快请进，母亲在里面候着呢。好好好。孟夫人恋恋不舍收回目光，由魏青山陪同着去了正厅。楚王殿下到，乐安公主殿下到。这叔侄二人竟一同来了。臣女见过王爷公主。皇婶，你快别跟我来这套虚礼。数天不见，乐安公主稳重了不少，人也瘦了。她心里叹息，问世间情为何物，连那么活泼开朗的小姑娘笑容都变少了。咱们进去吧，有管事的迎着呢。你在这儿也不怕累着。拉着乐安公主的手进到府里，魏玲珑又把楚南英介绍给乐安公主，几人相谈甚欢。4时末，迎亲的花轿返回来，魏明泽和方青兰在正厅站定，老夫人坐在正中，魏青山和王氏分坐两侧。拜堂！外面有人高声唱和：“上旨到！”魏家人和所有宾客全部跪地听旨，来传旨的竟是太子殿下。众人皆叹，这是何等荣耀啊！朝中重臣家有大事，皇上大不了派个太监来跑一趟，此次竟然是太子亲自来宣旨。不管是看在辅佐皇帝多年，还是看在楚王为侯爷女婿，这永定侯府势不可挡，日后更要跟侯府交好。奉天承运，皇帝诏曰：朕闻刑部郎中魏明泽大婚之喜，亲于朝堂，恪尽职守，德才兼备。且其父永定侯乃忠臣良将，为朕肱骨之臣，朕心甚慰。今特赐黄金100两，绸缎100匹，珠宝若干，以贺家礼。愿新婚燕尔携手100年，望亲日后更当尽心国事，为社稷效力。钦此。臣父接旨，谢主隆恩。吾皇万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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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万万岁！没想到太子殿下会亲临侯府，老臣敏感五内。太子笑容和煦。本宫这不是也想讨杯喜酒喝吗？太子左右看看。哎呀，赶紧拜堂吧，别误了吉时啊！拜堂。魏明泽牵着方青兰站好，司仪立马清了清嗓子。一拜天地，
2拜高堂，夫妻对拜。一对新人在司仪的引导下行跪拜大礼，送入洞房。开宴，诸位吃好喝好。一时间觥筹交错，欢声笑语。听兰院，新房里里外外布置得红红火火，到处透着喜庆吉祥。2位新人该喝合卺酒了。喜娘念着喜歌，两人交叉双臂饮下合卺酒。礼毕，兰儿，我先去前院敬酒，一会便回。房中只剩下方青兰和小桃。小姐，您累了吧？进了侯府，以后别再叫我小姐，唤我少夫人。哦，奴婢记住了。少夫人，奴婢觉得这侯府挺好的，每个人都很好相处的样子。我们初来乍到，一定要谨言慎行，遵守府里规矩。奴婢晓得。前厅的喜宴，宾客吃得交口称赞，有消息灵通的私下议论。这侯府喜宴请的可是龙香酒店的厨子，能不好吃吗？哎呦，这龙香酒店的东家从未露过面，神秘的很，却不知跟侯府有什么交情啊。哎，我听说呀，那酒店的掌柜还送了厚礼呢，就连魏小姐中毒那次，他也是天天珍稀药材往侯府里面送呢。是吗？酒过3巡，菜过5味，客人们相继告辞，送走焦成宇和乐安公主，寒露节气至，仿佛一夜之间，京城的深秋便到了。魏玲珑裹了一件淡紫色绣菊花纹云锦披风，让林霜提了食盒，直奔楚王府。如今在楚王府所有人心中，魏玲珑就是王府的女主子，上上下下恭敬的不行。魏玲珑可以在王府随意出入。到了王府门口，守门侍卫却道王爷不在。魏玲珑想，来都来了，就等一会儿吧。主仆3人径自到了偏殿，管家萧山亲自来回了话，便让小厮上了茶点。你去忙你的吧，我等会儿便是。萧山答应一声，走出2步又顿住，欲言又止。魏玲珑奇怪，管家还有何事？这……魏玲珑一双大眼睛直直看他。王妃，有一事怕是您不知，恕小的多嘴，王爷的生辰快到了。啊？哪一日？9月初7。我知道了，谢谢管家。你别说我知道了，给他个惊喜。萧山开心的眉毛飞起，连连应着。哎，小的明白，小的先去忙了。去吧。春兰眨巴着眼睛问：小姐，您想送王爷什么惊喜啊？当然送王爷喜欢的东西了。魏玲珑摩挲着杯盏，低头思忖，送什么好呢？楚王府什么样的东西没有？寻常的物件怕是不能让他惊喜，要送就得送特别的稀罕的物件。魏玲珑一时拿不定主意，正绞尽脑汁时，萧成宇回来了。什么时候来的？萧成宇见面就揽住魏玲珑，魏玲珑在他背后晃了晃手，春兰和凌霜退了出去。如今你都不背人了。萧成宇大马金刀的坐下，把魏玲珑抱坐在腿上，浑不在意。我自己的家，自己的女人，背什么人？这理由非常正当。我做的菊花糕，你尝尝。哼，什么糕也不如龙儿香甜。说罢径直吻了上去，直到魏玲珑小脸通红，呼吸急促才放开。魏玲珑粉面含羞，气恼地骂：登徒子！你再骂一句。萧成宇做事又要上手，魏玲珑急忙躲开，使劲瞪他。他转身打开食盒，端了菊花糕出来，亲手拿了一块。你尝尝。萧成宇也不用手接，直接张嘴咬了上去，唇瓣触到指尖，魏玲珑像烫到一样缩回手。萧成宇得逞后，笑得眼睛弯成了月牙。甜而不腻，口感丰富，好吃。龙儿手真巧。萧成宇对他的小丫头从来都是不吝夸奖。2个人闹了一会儿，萧成宇才正经起来。云岭失踪少女的事解决了，
冯骥上任以后，根据百姓上报的失踪人口卷宗，解救出一部分，而另一小部分人已经不在了。那些作恶之人，可曾绳之以法？根据楚南音提供的线索，底下的小喽啰都抓捕归案，但原来的知县秦大同遭人灭了口，证据也都毁之一炬。魏玲珑为死去的女孩子们悲痛，万幸的是大部分人获救了。萧长宇见他难过，遂安慰他：云岭先给死者家属发放了抚恤金，稍微慰藉一下吧。魏玲珑点了点头，心说这个县令还不错，但愿别走秦大同的老路。龙儿现在可以放宽心，别再忧虑此事了。魏玲珑扎进了他怀里，闷闷地嗯了一声。两人又聊了一会儿别的，魏玲珑才从楚王府出来。在回侯府的路上，魏玲珑忽然灵光一闪，可不可以为萧成宇打造一把匕首，就像上一世自己每天佩戴的那种警用的，送给他应该很实用，他肯定会喜欢。魏玲珑兴奋起来，离他生辰还有6、7天，找个靠谱的铁匠应该能打造出来。回到侯府后，他马上把自己关进了闺房，在纸上画草图。他把刀柄上一些不实用的功能剔除掉，毕竟古代既不用开瓶器，也没有螺丝可以拧。他想着只把刀身制作好就够用了。他想用名贵的黑檀木制作刀柄，再配上纯牛皮的刀鞘。他认真回忆每一个细节，一直到晚饭时间，匕首的草图终于画好。可是去哪里找靠谱的铸剑师呢？他来回踱着步。那不是有现成的人可以问吗？魏玲珑开门到了院中。谁在？尹三无声无息出现在了他眼前。王妃有什么吩咐？魏玲珑上前一步，低声问：你知道哪里有手艺好的铸剑师吗？王妃找铸剑师干什么？问那么多干什么？你只管回答我的问题。哦，回王妃，在城北郊10里铺有个崔不二，是有名的铸剑师。魏玲珑转身回房，边走边说：知道了。哦，对了，不许告诉王爷。是，王妃。唉，不愧是王妃，脸一耷拉，跟王爷越来越像。第二天，魏玲珑吃过早饭就出了侯府，马车出了京城北门。林霜一路打听，终于找到了10里铺。这是一个靠山的小村子，山脚下有20几户人家。林霜和春兰扶魏玲珑下了马车。魏玲珑四下张望，其实也不用打听，循着打铁叮叮当当的打击声，就找到了一处铁匠铺。铁匠铺前面屋檐下挂着一个牌子，牌子随风晃的，上面写着不二铁匠铺。铺子里，一个体型高大、胳膊粗壮的男人赤膊站在了炉火前，手拿大铁锤打着手里铁器。请问您是崔不二吗？我就是崔不二，这位小姐有什么事儿吗？魏玲珑拿出图纸，我想请先生帮忙打造一把匕首。哦。崔不二停下手里动作，擦了一把汗，走上前来。他又对着魏玲珑上下打量一番，才伸手接过图纸。他把几张图纸反复看了几遍，满脸不可置信，又难掩兴奋。这是您画的？正是。这样式是我第一次见，不知您是从何处所得呀？乃我自己所想，自己所画。请小姐说说您的要求吧。听说先生是铸剑大师，我是慕名而来，就请您按照图纸铸造就行。所有要求我都在图纸上注明了。还有，只要您能打出来让我满意的匕首，工钱不是问题。哈哈，小姐真是爽快人呐！放心吧，这买卖我干了。看您这图纸就能知道，如果打造出来，这将是一柄非常有实力的利刃。魏玲珑从袖中掏出200两银票，定金您先拿着，5日后我来取。时间上可有问题？小姐放心，我定会全力以赴，为小姐把它打造成名刃。那就等先生好消息了。尹三和尹四一路暗中跟随，两人满脸错愕，打什么匕首啊？定金就给了200两，这要是打好了，还不得1000两啊？两人想想就打了个寒战。王妃太有钱了。哎，要不要禀告王爷呀？
王妃都说了不让告诉王爷，我都应下了。再说了，王爷早就说过了，让咱俩一切都听王妃的。切，不说就不说呗。尹三这才放心，因为魏玲珑婚期将近，楚南音和魏明阳决定等到大婚结束再回云岭。每天他们几人凑在一起，热闹得很，就连老夫人都忍不住吐槽：玲珑在永州的时候挺端庄贤淑的，怎么到京城伙饭成这样？再加上杨儿和英儿这几个呀，算是凑齐了，就差上房去接娃，生生把泽儿和他媳妇儿都带坏了。唉，也就只剩下楚王殿下还能稳住架，不跟他们一起胡闹。依老奴看啊，那楚王殿下是个蔫儿坏的，这才是一家子该有的日子。孩子们活蹦乱跳啊，有个鲜活气儿，不比那死气沉沉的好啊。说的倒是这么个理儿。转眼5天时间到，魏玲珑又一次到了十里铺。崔不二已经等候多时，看到魏玲珑立刻迎上来，眼睛里闪着亮光。小姐，您来了。看情形，先生成功了。那是自然。说罢，他把匕首捧到了魏玲珑眼前。魏玲珑迫不及待拔出匕首，寒光一闪，晃人双眼。他刃身薄而锋利，且质地坚韧，刀柄握在手中，手感舒适，符合人体工程学原理。先生，我非常满意，您的手艺堪称完美。魏玲珑又掏出800两银票，这是给您的报酬，请收下。春兰和凌霜暗暗咂嘴，小姐是真败家，这前后可是1000两，这匕首能值1000两啊！我虽然也觉得自己技艺精湛，但1000两实在太多了，您给800两就好了。魏玲珑不容分说，塞到了他手里。您值这个价？崔不二竟有些感动，有人赏识，实在是很惬意的事情。好吧，恭敬不如从命，以后小姐有什么需要，尽管吩咐，在下在所不辞。好，我记下了，那我就告辞了。小姐一路慢走。坐在马车里，2个丫头还在不停踹着牙花子。魏玲珑瞅着可乐，也不搭理他们。第2天，魏玲珑打扮得漂漂亮亮，去了楚王府。楚成宇今天休沐，吃过早饭便坐在书房里看各地报上来的消息。魏玲珑推门进来，萧成宇立刻放下公文，展开双臂。魏玲珑像小鸟一样飞过去，萧成宇脸上带着笑意，轻轻环住他，声音温软：龙儿这是又想我了？还有半个月，我就把你娶回家，再也不许离开我半步。好。他从他怀里挣脱出来，拽着他的手轻轻摇晃着。你闭上眼。闭眼干什么？你闭上吗？萧成宇无奈，只得乖乖闭上眼睛。魏玲珑从怀里掏出匕首，举到他眼前。睁眼吧。萧成宇睁开眼睛，怔愣一瞬。这是……王爷，生辰快乐，祝你年年有今日，岁岁有今朝。那，这是我专门为你打造的匕首。萧成宇接过匕首，眼睛湿润。小丫头竟如此用心。王爷，你快拔出来看看，喜欢不喜欢？我给它起名叫羽刃。魏玲珑在一旁催促着。萧成宇拔出匕首，立刻心跳加速。寒武之人最在意的就是兵器，这是他从没见过的样子，一看就是一把利刃。他握在手中，刀柄完全贴合手掌，更便于控制力道。他一下就爱上了这种感觉。更让他心里一暖的是，刀身上还刻了一个小小的羽字。他抬头深情地看向魏玲珑。龙儿，我不知道该用什么样的言语来表达此时的心情。我此生必不负你。我记下了。这边是做什么用的？这把匕首适合野外或者军中使用。这边的巨刃可以锯东西，刮鱼鳞也行。龙儿，谢谢你，这礼物我太喜欢了。我怎么这么幸运能遇见你？一会儿你会更幸运。走，到院子里去。
萧成宇顺从的任由魏玲珑拽着到了院中。魏玲珑脱掉披风，把裙摆拾起，在腰间打了一个结，然后从萧成宇手中拿过匕首，他好似变回了前世那个自己。看好了，这是正握，适合刺划；这是反握，适合割。你过来啊！话落，魏玲珑手持匕首就冲向了萧成宇，这可把王府的暗卫们吓坏了。眨眼间，两人打在了一起。萧成宇怕伤到魏玲珑，不敢使用内力，只在招式上跟他对决。一上手，萧成宇大吃一惊。小丫头虽说没有内力，但招式大开大合，刚猛有力，而速度又极快。一时间，萧成宇竟占不了上风。众暗卫此刻都变成了泥塑木雕，全身只有眼睛随着二人在动。王妃这是王妃？是他们眼花了吧？萧成宇率先住手，他激动地搂住魏玲珑，眼睛里带着惊喜。龙儿，你怎么会如此厉害？这套刀法太适合军队了，你真是我的福星呢。两人腻歪完，一回头，魏玲珑吓了一大跳。只见院子里黑压压跪了一地，全都仰着头抱着拳，眼睛里带着渴望。王妃，属下们想学。魏玲珑满意的点头，这群人还挺聪明的嘛。好，等我嫁过来以后就教你们。王妃，那匕首我们……滚开！你想什么呢？你知道王妃打造这把匕首花了多少银子吗？说出来吓死你！萧成宇心下一颤，小丫头，让我怎么回报你呢？一辈子恐怕不够。王爷这把是我精心为他打造的生辰礼，当然贵了。你们如果想要，可以不用这么贵的材料啊，到时候想办法吧，不急。哦，太好了！王妃娘娘千岁，千岁！要知道，他们过的是刀尖上舔血的日子，大部分情况下都是近身搏斗。王妃的这套匕首术加上匕首，无疑是增加了胜算，也就多了活下去的机会。萧成宇当然清楚这些，他从没把暗卫和士兵当作下等人，在战场上他们是生死兄弟，所以他感激魏玲珑，现在更是爱惨了他。好了，都没事干了，这些等本王大婚之后自有安排。还有，管好你们的嘴，什么该说，什么不该说，明白吗？众人齐声高呼：属下明白。好了，下去吧。眨眼功夫，院子里就只剩萧成宇、魏玲珑和两个丫鬟。萧成宇一把抱起魏玲珑进了书房，春兰和凌霜对视一眼，又看了看另外两个门神，四个人继续默默当门神。萧成宇将魏玲珑放在书房小榻上，挨着她坐在旁边，他揽她入怀，眼睛里全是炽热，语气里却带着惶恐。龙儿，你太让我惊讶了，你就是个宝藏，我都觉得配不上你，我还怕你离开。我知道我身上有很多秘密，比如我怎么懂缝合术、心肺复苏术，我怎么会消食治冰，又怎么会功夫却没有内力，还有匕首术。其实我懂得还有很多，你是不是早就怀疑我？我确实有很多秘密不能为外人道，说了也没人会信，或许还会把我当成妖怪、鬼魂，所以我得保护自己。龙儿，别说了，我不想听你的秘密，我也不会问。只要有我在，你尽管在大梁国横着走。魏玲珑灿然一笑，他吧唧亲他一口。我知道，所以我决定在洞房花烛夜，我把所有秘密都告诉你。我不听，龙儿，你不用告诉我。你说过对我没有秘密，所以公平起见，我对你也应该没有秘密。萧成宇心里激动，他的小丫头终于放下心防，他就有些不敢听他的秘密了。他感觉他的秘密足以震惊朝野。看着软软糯糯的小丫头，萧成宇下定决心，男子汉大丈夫，连心爱之人都护不住的话，何以立于天下？
龙儿，你放心，我不会让任何人伤害你半分，皇兄也不行。或许你皇兄会把我供起来呢。啊！萧成宇一怔，不解。不说别的，假如大梁国的士兵都操练匕首术，会不会提升战力？还有，我也可以教他们格斗术。对呀。不过我不想出头，免得麻烦。到时候还是以你的名义吧。萧成宇略一沉吟，点头应允。出于对小丫头的保护，还是别太张扬。9月22，亦嫁娶，纳采，祈福。天光破晓，太阳刚露出了半张脸，天空五彩云霞交相呼应，一片祥瑞之象，乃大吉之兆。永定侯府又一次大开四门，张灯结彩，丫鬟小厮们来回穿梭，脸上无不洋溢着喜色。魏玲珑早早就起床，用鲜花沐浴完，端坐于梳妆台前，老夫人和王氏陪在左右。礼部尚书夫人孟氏先在魏玲珑脸上轻敷了一层香粉，她是王氏请来给魏玲珑开脸的。女人一生只开脸一次，一定要请全福之人。左弹一线生贵子，右弹一线产娇男。孟夫人边讲边念着吉祥话。随着孟夫人的一番操作，魏玲珑的脸愈发光滑如玉。孟夫人眼里全是艳羡。哎呦，这王妃这小脸啊，都赶上了剥了皮儿的鸡蛋了，真是桃羞杏让，无人能及啊！夫人谬赞，想必夫人出嫁之时也是闭月羞花。随后，王氏又亲手给魏玲珑梳了头。一梳梳到尾，夫妻情意长。二叔，母亲，玲珑会常来看您的。不许哭，玲珑只不过是嫁去王府，又不是离开京城，想什么时候回来就什么时候回来。王氏这才开心起来。魏玲珑的整套嫁衣都是内务府专门定制，萧成宇亲自放话，他要给小丫头最好的。春兰和凌霜伺候魏玲珑穿戴整齐，大红的广袖长袍，绣云霞宅纹的霞帔，下坠金玉坠子，衣裙上用金丝银线绣满龙凤呈祥。哇，真漂亮啊！二嫂，明年就轮到你了。楚南音羞得躲到了方金兰后面，引得房中众人开怀大笑。这时外面有喧哗声，萧成宇来迎亲了，让魏明阳领着一帮公子拦在了院门口。经过一番唇枪舌战，过五关斩六将，萧成宇终于见到了他的新娘子。魏玲珑顶着大红盖头，手不由自主攥成了小拳头。吉时到！在大家的笑闹声中，萧成宇拉起了他的手，一对璧人在大家的簇拥下走到了正厅。老夫人和魏青山夫妻正面落座，魏玲珑跪在三人面前，一时间离愁别绪涌上心头。虽然以后能经常见面，但终归是嫁为人妇，有诸多限制。他磕了3个头。祖母、父亲、母亲，玲珑今日出嫁，希望你们多多珍重。玲珑会经常回家看望你们的。乖孙女出嫁从夫，到了王府一定要与王爷相互扶持，莫要失小信儿。魏玲珑还没应声，萧成宇撩袍跪地。请祖母放心，以后王府就是他说了算，我保证打不还手，骂不还口。这番话让上头坐着的3个人差点撅过去俩。魏青山跳起来，一把拽住了萧成宇。这还得了？王爷给臣子下跪，还说什么打不还手？他家闺女岂不成了悍妇？魏明泽和魏明阳兄弟俩却非常满意。这还差不多。魏青山捏捏眉心，使劲儿跟司仪打眼色，心说快回去吧，这不定一会儿再说出什么呢。这楚王爷为了娶媳妇，也是脸都不要了。吉时到，请新人上轿。魏明泽一个箭步窜上去，背起魏玲珑就走，咬牙暗骂：可恨的魏明泽，让他抢了先。老夫人和王氏对视一眼，无奈又欣慰。
魏玲珑坐到喜轿上，四周鞭炮齐鸣，鼓乐喧天。司仪大喊：“起轿！”萧成宇一把抱起了魏玲珑，大踏步跨过火盆，走进府门。哼，这下没人抢了。不管是来看热闹的百姓，还是来贺喜的宾朋，一个个瞠目结舌。好嘛，楚王爷这么心急啊，早干嘛去了？都25了才娶媳妇。皇帝、皇后、太子、太子妃以及乐安公主都在正殿坐着。一抬头，萧成宇抱着魏玲珑走进来。你呀！皇后悄悄拉了他一下，朝他摇摇头。皇后心说，难得他娶妻，怎么高兴就怎么来吧，可别扫他兴。皇叔，侄儿祝福您。其他人全都抿嘴偷笑。萧成宇悄悄凑到了魏玲珑耳边：“皇兄和皇嫂在呢。”臣妾见过皇兄、皇嫂。不必多礼。哎呀，朕终于可以告慰父皇母后了。快点拜堂吧。一拜天地，二拜高堂，夫妻对拜，礼成送入洞房。萧成宇刚牵起魏玲珑，殿门外有人高喊：“东周国离王陈景安祝楚王殿下百年好合，白头偕老。”众人循声向门口看去，人群哗地闪在了两旁。一个白衣男子缓缓走进殿中。陈景安参见大梁皇帝陛下。魏玲珑在盖头下看不见在场众人的神情，只感觉气氛一下冷了下来。离王殿下怎么不在馆驿之中休息啊？本王昨日到京，来的还真是巧，正遇上楚王殿下大婚，岂有不来恭贺的道理啊？说起来，本王与楚王殿下在战场上交过几次手，也算不打不相识。来者便是客，管家，带离王殿下下去用餐，务必招待好。不急不急，本王可不是空手来的。来人，把礼物抬上来。人们转头看向殿门口，两个东昭国侍卫抬了一个箱子进来。离王斜翘嘴角，眼睛里带着轻视。这宝箱是东昭国无意中得到的，但是至今无人能打开。今日本王就借花献佛，只要有人能打开这个箱子，不管里面是什么珍宝，都算本王送与楚王殿下的贺礼。他话说完，现场一片唏嘘。皇帝一听，心中恼怒，这哪是来贺喜，分明是来砸场子的。他目光扫过在场的各位大臣，每个人都缩头缩脑，不敢正视皇帝。皇帝更气了，平时一个个人五人六，用到他们时都变成了缩头乌龟。太子抬步走上前，围着箱子转了好几圈，他用手拨了一下锁盘，竟然能转。然而这锁见所未见，该怎么打开呢？魏玲珑偷偷掀开了盖头一角，看了过去，箱子正面是一个锁盘，上面标刻着1到9的阿拉伯数字。魏玲珑暗想，这箱子跟现代的保险箱很像，大梁人还不懂这些数字所代表的意思，不知道密码的话，只能想其他办法开锁。这对于他来说还不算难，毕竟上一世他也是练过的。怎么，没人愿意上来试一试？大梁应该人才济济呀，看来不够如此。离王，你不要欺人太甚。哎呦，楚王殿下此言差矣，本王可是带着十足的诚意来的，只要打开宝箱，里面的东西都是你的。离王殿下说话算数吗？魏玲珑清脆的声音突然响起，所有人都愣了一瞬，这才想起还有一个蒙着盖头的新娘子。龙儿，离王惊讶地看向魏玲珑，哟，王妃这是想试试吗？魏玲珑一把撩起了盖头，露出倾城的容颜。离王倒吸一口气，世上竟有如此美人，倒便宜了萧成宇那厮。又一转念，不过就是个美人瓶，想哗众取宠罢了。那就请王妃试试吧。皇帝愕然瞪大双眼，弟妹这是
他看向萧成宇，他宝贝弟弟给了他个安心的眼神。魏玲珑走到箱子前，蹲下来摸摸看看，心里更是确定了几分。魏玲珑摸了摸头上，拔出一只尾部尖细的金簪，他将金簪轻轻插入锁孔，慢慢转动，同时将耳朵贴近箱子，仔细聆听锁芯里面的动静。咔嗒一声，一声轻微的声响，魏玲珑露出了一抹微笑。果然如此，咔嗒，又一颗弹子落入了正确的位置，箱盖缓缓打开了一条缝。离王踉跄一步，差点坐在地上。王妃千岁千岁千千岁！皇婶，你好厉害呀！萧成宇搂住了魏玲珑，眼睛里冒着小星星，恨不得当场亲他一口。我的龙儿太棒了！魏玲珑打开箱盖，众人纷纷发出惊叹。哇，天哪！满满的一箱奇珍异宝，亮瞎了所有人的眼。魏玲珑又啪的盖上，这不可能，怎么可能？本王谢过离王殿下，大老远送来的这份厚礼，天意啊！看来是东昭国无福销售此等宝物啊！离王殿下，看来你身体不适，还是回馆驿休息去吧。离王的心在滴血，奈何愿赌服输，只得行礼告辞，被侍卫搀扶着离开楚王府。萧山，把箱子入库。萧成宇一把抱起了魏玲珑。皇兄，皇嫂，现在该我入洞房了吧？羞得魏玲珑头扎进了他怀里。哎呀，真是的，当着这么多人，一点也不矜持。魏玲珑给大梁国长了脸，让大梁不至于颜面扫地。皇帝龙心大悦，赶紧摆手。去吧去吧。萧成宇转身就走。你们该吃吃，该喝喝，谁也不许去打搅楚王殿下的好事，不然朕饶不了他。众人腹诽，您就是不下命令，也没人敢去闹楚王殿下的洞房，这谁不怕穿小鞋啊？你去帮你皇叔招呼客人。儿臣遵命。没想到啊，弟妹竟如此聪慧，楚王之福啊！乐安公主和太子妃心里不爽，本来想去洞房玩上一遭，看来是不成了。萧成宇迈步进入大门，魏玲珑一眼便瞧见了院子里一棵高大的梧桐树，竟然也吊着一个秋千。王爷，这院中怎么也有一棵梧桐树？本王见你喜欢，便让人移栽了一棵。魏玲珑两眼泛起泪光，萧成宇这家伙太用心了，居然连这么小的细节都照顾到。王爷，你对我真好。萧成宇也不多言，只是宠溺一笑。萧成宇轻轻把魏玲珑放在床沿上，蹲下身子，柔声问他：累不累？我帮你把凤冠摘掉。这时喜娘赵嬷嬷和春兰凌霜走了进来。魏玲珑出嫁带了4个陪嫁丫头，春兰、凌霜、绿珠、红蕊，还有赵嬷嬷。凌霜端着一个托盘，里面放着用红线相连的2个酒杯。喜娘行礼：王爷、王妃，请先饮了合卺酒吧。良辰吉日，鸳鸯比翼，饮下合卺酒，愿王爷王妃恩爱白头，子子孙孙富贵绵延。萧成宇扶魏玲珑起来，两人端着酒杯，手肘缠绕，将酒一饮而尽。喜娘喜笑颜开：好，好，礼成，老奴告退。去管家那儿领赏。谢王爷。萧成宇又吩咐2个丫鬟，给王妃换上舒适些的衣服。说完走了出去。春兰和凌霜忙找了匣子，把铺了满床的大枣、栗子、桂圆都收了起来。赵嬷嬷给魏玲珑摘掉凤冠，换上了一套大红色的吉服长衣。这时萧成宇回来，身后跟着几个小厮，拿着食盒鱼贯而入，放在正厅就退下了。4个丫鬟从外屋拎起食盒进入卧室，一盘盘摆好。魏玲珑暗笑，偌大的楚王府除了小厮就是嬷嬷，独独没有丫鬟。幸好自己带了4个过来，
难怪世人都传楚王不喜女色。赵嬷嬷摆摆手，带着丫鬟们退了出去，轻轻合上门。龙儿，我们用饭吧。你不去前厅敬酒，把皇兄皇嫂扔那不管了？管他们做甚，我只陪你。听着萧长宇这魂不吝的话，魏玲珑无语。两人用罢午饭，刚到申时，前厅还在推杯换盏，皇帝和皇后等人早就回了宫，只剩太子在陪客。屋子里就他俩人，气氛越来越诡异。萧长宇看小丫头越来越紧张，轻笑一声，抱起了魏玲珑就往床榻而去。魏玲珑揪住他的袍子，眼睛亮晶晶瞅着他。那个，天还没黑。萧长宇把他放到拔步床上，魏玲珑一咕噜就到了床里侧。过来。我不。过来，咱俩聊聊天。只聊天？魏玲珑这才慢慢凑到了萧长宇怀里。他想起自己说过的，大婚这天要坦白自己的秘密。王爷，我给你讲一个关于我的故事。萧长宇激动又忐忑，他轻轻点头。静谧的屋子里，魏玲珑的声音似鼓似的钟声，低沉又悠远，仿佛穿过了千年的沧桑，每一下都敲在了萧长宇的心上。魏玲珑讲完，萧长宇半晌没说话，这简直不能用震惊二字来形容。他耳朵嗡嗡作响。我的小丫头来自千年后，她不会消失吧？萧长宇紧紧搂住魏玲珑，声音都在颤抖。龙儿，你不会离开我吧？你不会消失不见吧？不会的，我就是大梁的魏玲珑，只不过多了一个千年后的灵魂。萧长宇这才放下心来。放在离王那个箱子，也是你原来那个年代的吗？魏玲珑浅笑。应该算是前身吧，道理上差不多。萧长宇又缠着魏玲珑问了好多问题，最后把自己搞郁闷了。大梁什么时候能发展成那样？历史是会往前发展的，它从来不会停止转动，未来大梁也会进步。看他继续紧皱眉头，魏玲珑调皮地咯吱他一下。好了，别想了。萧长宇忍不住笑着躲闪，他翻身把魏玲珑按在了被褥上，轻声耳语：那咱们就干点别的事。魏玲珑心里一颤，反应过来，小脸立刻像红透的李子。我还没准备好，你不能。萧长宇用嘴堵上去。无需准备。他抬手扯下了系着紧张的绳子，把布床里按下来，气氛更添了几分旖旎。赵嬷嬷一直在门外候着，听见房里的动静，写的眼角皱纹又多了几条。哎呦，圆房喽！魏玲珑迷迷糊糊翻个身躺平身子。怎么浑身疼？他先是一脸茫然，转瞬大脑清醒过来，自己嫁给萧长宇了，这里是楚王府。想到萧长宇，魏玲珑咬牙切齿，再看看这满身的红痕，暗骂一声禽兽。春兰和凌霜听见动静，赶紧进来伺候。王妃，您醒了。什么时辰了？4时出了。这时赵嬷嬷走进来。小祖宗哎，您可醒了，今日要进宫谢恩的，再不起来都要用午饭了。魏玲珑噌的一下坐起来，又急忙拿被子捂住胸口。怎么把谢恩这茬给忘了？都怪萧成宇那厮。王爷呢？王爷练了一趟剑，又去冲了个澡，现在在小书房呢。自己起来了也不知道叫我。王爷怕您睡不醒，吩咐奴婢们，谁也不许吵到您。快些帮我更衣。几人正忙活着，萧长宇进来。龙儿，怎么起来了？今日进宫谢恩，你怎么不早些叫我？急什么？第一次进宫谢恩，让皇帝和皇后等。
哎呀，丢死人了！对了，还没给他们准备礼物呢。林嬷嬷早在宫门口等着了。老奴见过王爷王妃，有劳嬷嬷了。林嬷嬷笑容可掬。老奴应该的，快随老奴走吧，陛下和娘娘等候多时了。这下完了，肯定惹那两位不快了。见面得赶紧使用糖衣炮弹。萧承宇见魏玲珑小脸紧绷，广袖下偷偷握住她的手。魏玲珑瞪他一眼，悄悄甩开。几人到了凤仪宫，楚王殿下到，王妃娘娘到。魏玲珑随着萧承宇进入殿中。魏玲珑不敢抬头，余光看到皇帝和皇后坐于正中，太子和太子妃下手落座，旁边还坐着乐安公主。两人行礼问安。不用多礼，快坐。见过皇叔皇婶。萧承宇淡淡嗯了一声。乐安公主像只小喜鹊，叽叽喳喳。皇婶，昨儿个您让我大开眼界，佩服得五体投地。要不是您打开那个箱子，咱们大梁丢人丢大了。是啊，真是多亏了皇婶，保住了咱们的颜面。弟妹啊，你怎么会开那锁？是以前见过？所有人的目光都看向他。碰巧，碰巧。皇帝可不傻，碰巧就能打开。东昭国都无人能开，要不然也不会拿来羞辱大梁。太子眼眸微动，知道魏玲珑不想说，忙打岔。哎，皇叔啊，昨晚睡得可好？很好。昨日我可替皇叔挡了好多酒呢，您想怎么谢我呀？怎么谢？谢胳膊还是谢腿？哎呦，皇婶儿，你看皇叔他耍无赖。我从那箱子里挑了几样好东西送与大家。皇兄，这是送您的波斯鎏金银盘和一枚蓝宝石戒指。皇嫂，这是送您的波斯湾天然珍珠项链。太子殿下，这是一条红宝石腰带。太子妃，送你一套青金石头面。乐安，你的绿松石头面一套。看着手中的礼物，几个人全都傻了眼。哎呀，这样大小的珍珠本就难得，还是一串儿，本宫实在是太喜欢了。皇帝忙不迭把戒指套在手上，皇帝喜得展开手，仔细端详。再说太子，好像没见过世面的样子，拖着腰带说不出话。乐安公主和太子妃看着各自的头面，恨不得当场就戴上。萧承宇心想，这么容易就搞定了，还是小丫头厉害。魏玲珑长舒一口气，偷着抚了下胸口。今日这关算是过了吧。稍后，皇帝和萧承宇把太子叫到了御书房，不知去商量什么事情了。几个女人扯开话匣子，闲聊了一会儿。魏玲珑发现皇后很好相处，就连皇帝也不是想象的那样，私底下相处跟寻常百姓家没什么不同。当晚，魏玲珑在床榻上画了楚河汉界。你不许过来，明日回门，我要好好休息，精神焕发的回娘家。好。翌日上午，魏玲珑揉着老腰骂道：无赖，不讲信用的小人。萧承宇斜靠在床头，一双幽深的眸子露出无辜的神情。农儿，做人要讲道理，昨晚可是你自己跑到我怀里的，我又不是柳下惠。农儿如此动人，我可做不到坐怀不乱。这还真不好反驳。睡着了，他也不知道是不是自己越界了。他气哼哼的起来，让春兰给他梳妆。萧承宇唇角扬起，哼，还跟他玩楚河汉界，没门儿。吃过早饭，两人带了满满一车的礼品前往永定侯府。侯府一家人齐齐聚在春晖堂。王氏早上起来就亲自去厨房，吩咐厨娘准备魏玲珑爱吃的饭菜。魏青山和魏明泽没有上朝，专门在家等候。魏明阳和楚南音也是等魏玲珑3天回门后再走。老夫人、侯爷、夫人，王爷、王妃回来了，快出去迎接。老夫人领着全家迎到二门，迎面碰到了魏玲珑和萧承宇携手快步走来。魏玲珑看到整整齐齐一家人，有种好久不见的错觉。她紧走2步，俯身要拜，老夫人忙拉住她的手。哎，不可，你如今是王妃，
要遵循礼制。随后，老夫人和魏青山带领大家躬身行礼。臣等恭迎王爷、王妃回府。一家人不必多礼。玲珑都想你们了，咱们赶紧进去说话吧。王氏看到一袭大红嫡衣的女儿，容光焕发，眼角眉梢尽是风情，便知这2日过得不错。好，咱们进屋。叙了几句家常后，魏青山领着儿子女婿去了书房。魏玲珑丝毫也不担心萧长宇可能被父亲哥哥们刁难，他有800个心眼子，肯定没事儿。春晖堂只剩下女眷，魏玲珑便让人把礼物拿上来。他给老夫人准备了一株上百年的人参，给王氏、方青兰和楚南音各是一套精美的头面，几个人是喜欢的不行。方青兰想起大婚那日的传闻，听说前天东张人到婚礼上闹了。东张人就是不安分，他们经常跟咱们抢盐场，不要脸的很呢。魏玲珑这才知道，云岭跟东昭接壤，难怪那日黎王说跟萧成宇打过几次仗，原来是因为盐场有纷争。那黎王本想羞辱大梁没人，却不想被我碰巧开了锁，着实赔了夫人，也丢了脸。妹妹给大梁长了脸，咱娘家人与有荣焉。玲珑啊，你竟然是龙香酒店的东家，我说你怎么能给大宝那么多钱呢？母亲，不是女儿信不过家人，只是暴露身份太麻烦了，所以才后来一直没找到机会说。母亲没有怪你，我的女儿这般厉害，我这做母亲的感到欣慰。老夫人在一旁听着点头不语。从魏玲珑3岁掉进池塘那次，老夫人就觉得她变了，眼睛里再没有3岁孩童该有的懵懂和天真。虽然她努力装成3岁的样子，所以老夫人在她13岁时给了她一间铺子。老夫人装作不闻不问，其实什么都知道，包括开了京城的龙香酒店。老夫人知道她必不是池中之物，虽然她一贯懒散知足，看似没有野心，如今她嫁给了萧成宇，可能一切都会不同。玲珑啊，如今你是楚王妃，身份变了，权力也大了，到哪里都会受人瞩目，也必会有人虎视眈眈，所以一言一行都要当心。祖母知道你能力不止于此，然在做事前要先顾及自身的安全，切记。孙女儿记住了。